只清楚某个穴位的功能，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个视频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把穴位的用法讲清楚不讲这个中药汤剂。利用穴位来调理身体，我们主要是采用针灸。按摩的话手指太累了，我们不做讨论，也不做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主要是用传统的方法来达到治疗的效果。针灸这两个字的话，拆开来讲的，针的话是针刺，灸的话是艾灸。同一个目的两种不同的方法先说这个艾灸因为前面提到的比较多，像做这个艾绒，还有这些艾塔放这个姜片做隔姜灸都很简单。主要说的话就是这个姜片不要切的太厚，也不要切的太薄了就是这样子2到3个毫米，就跟印度的硬币的那个厚度差不多。然后做的时候要提前准备一杯水，就你把这个水放在这里，提前放着那个燃烧的艾塔烧的差不多了，你把它放进去要熄灭。灸的时候感觉烫了，不要看有没有烧完就忍着就是说你即便你是能忍，但是那个皮肤在一直在那里烤着，烤太久了后面的话你会感觉到皮肤发痒，不要做的太过，该换就换，这是常识其他要提的话，就是有几个地方不能做艾灸的要了解一下。像这个手臂像这个经常要弯曲的地方，你像在这里做艾灸，有时候你烫到了，这个地方经常要动收不了口有毛的地方，比如说你腋窝这些头发呀，你有毛的地方你不要去做，它把这个毛给你烧了。还有这个脉搏有跳动的，包括动脉的地方是不能做的，可能会伤到你这个血脉。还有脸上尽量不要去做，灸了不好看。然后鼻子附近的话，因为这个冒烟的地方，一直烟熏着，鼻子受不了，不要去做。比如说还有这个皮肤这里已经受伤溃烂了，还有这个地方没有知觉，你不要在这个附近做就可以了。然后下面就详细说一下这个针刺。现在的话，针的话是这种一盒一盒买的，它是都是不锈钢的一针一管的，一针一管这样子的都是杀菌过的。就是说，只能说这个针的话，它是有这个规格有1寸的、1.5寸的、2寸的、3寸的但是这些都用得到的，就只是这个针的话，它有粗细，你比如说这个是0.25，这个是0.2，它都是这个针的直径。就这个0.2的呢，就是最细的了，它细一点的就扎针的时候没那么痛但是就像这个长一点的，它也不会做的太细，做太细了的话，你进针很软，你又进不去，然后又变弯，合适就可以了。然后这些规格比较多，那你选的话要用哪一种的话，大概的规律就是像这个手掌、脚掌、脚掌这些地方用1寸的，还有这个手的上臂小腿用1寸半或者2寸的。3寸的话就可能就是说用在大腿上面，或者2个穴位一起用，或者说就是说这个要透针，这个地方透过来用3寸的。这个针拿在手里面的话，你看它是有做这么长，但是说你不是说我有这么长我就扎这么深，它是每个地方都是有深浅的，根据穴位的不同都是不一样的。呃，只能通俗讲的话，就是像这个四肢啊，四肢的话可以扎的浅一点进针进的浅一点，像身上的话可以深一点，然后大腿的话深一点。如果说你这个病是在表面的下针下浅一点，病的在脏腑下针深一点。那上半身的话下针浅一点，腹部的话可以深一点。上半身的话是这个腹背，不是是胸和这个背，它这个进针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对，不要去做尝试这个胸和背一开始的时候要了解清楚。然后这个穴位的话，一般情况下，它都是有这个像这个凹缝凹下去的地方，它才是穴位。然后这个地方有些地方是进针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肚脐眼
肚脐眼它是不能去竞争的。还有这个手掌上面本身就有青筋，你看着好像这样子的，还有动脉的地方，就这些地方有跳动的地方，它实际上就动脉。你不要拿着针就往这里一刺，你要么流血，要么这里就肿了。然后把这个穴位的手法演示一下吧，演示一下这个穴位的手法。这个针拿出来，比如说把这个针拿出来，你把它取下来，这个扣子取下来。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要把针全部推进去，一样的也是像这个扣一样的，你把针留在里面，这针尖不要露出来。你拿一个东西，我们不能拿手来撕啊，也就这样子压着这个针柄这里，压着，然后你放上去的话是垂直放，你不要去歪啊，就是这样垂直放，垂直放在这里，然后你把这个针柄往里面一推，就推进去，那就开始下针。那我们就比如说下一点下去啊，做一个样子，慢慢的下去啊，下下去你还没有完，你要去左右捻针引气啊，你这样左右捻啊，感觉到这个位置有酸麻胀啊，有些人他就痛了，他只知道痛，那这个就是引到气了，那你就可以在这里停下来，但你不要说我一直这样转啊，这个就不行。那你做完了，停个20到30分钟，你要把它取下来，取下来的时候你也要这样捻一捻啊，转一转，它行了，你慢慢把它拔出来，抽出来，一点点抽，轻轻的抽，直着上来，抽出来，然后你感觉到快要出来的时候啊，那你感觉不到的话，那你就拿这个一比，你就差不多，差不多你然后就慢慢的把它直着把它提出来，这个就是竞争的手法，这个手法已经就是平补平泻了，普通人他是够用的。那针灸和艾灸的话，这两种方法你要去怎么选？就像新手刚开始的话，就用艾灸，用这个艾灸来做，最省事，一个人可以做，风险小。那针灸的话，你要了解了之后，学一些知识，然后积累一下，才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发热的时候发高烧还上火的时候不要去做艾灸。然后除了这些的话，就还要强调几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剧烈运动之后，房事之后，喝完酒之后身体比较累的时候都不要去做针灸，要先休息。针灸做完了也不要马上去碰冷水不要吃花椒这个花椒一吃，它气就散了效果就比较差。那你再吃了的话，就等于说还要重新再做一次这些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后就是针灸和艾灸，它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它是不是说一次两次就能见到效果所以说你这个病刚刚发生的是新病，那可能说就不用吃药，光做一个针灸，做一个啊，直接把这个对症的做下去，它可能就好了就会比较快。像慢性病的话，它都比较慢的，它需要按照疗程来做，比如说隔日做一次，隔一天。然后你需要做7到10天它是有个调理周期。那调理的过程中，他可能有些人他会出现说，我怎么感觉做了之后反而不舒服？那可能有的就是没有做对，有的要么就是排病反应，就其他没有出现的症状也出现了就这个排病反应它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其实也不用去怕。但是就排病反应，它和正常的生病的反应它是一样的，你基本上很难去区分的。那你就说你如果说你分不清的话，你可以留言评论根据具体的情况给到你的一个建议。这个视频的话，大概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就是说想要动手之前打一个基础，你把这些东西了解了，你可以做一个尝试，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试。那如果说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就欢迎帮忙点个赞订阅一下也可以分享给别人。然后我后面的话，下一个视频做一个尿频的视频，其他的有问题的你们可以先评论就留个言，我可以安排一下一个具体的方向去做。